你走进一部人很少的电梯，第一时间就往角落走。社交场合里总是很害羞，害怕尴尬跟出丑，严重时还会流手汗跟发抖。于是你拿起手机假装讲电话，其实电话里什么声音都没有。有时候你很想逃避跟人的交流，但不知道为什么拒绝的话经常说不出口。你超怕自己有一天会没朋友，别人都以为你是高冷，其实你只是社恐。大家好，这里是淑女养成记，我是说书人气阿令。我先来解释一下社交恐惧症的原因，这里大概给它一个定义，就是当你走进社交场合感到的恐惧和实际威胁不成正比。面对恐惧场景，人类会产生战斗或逃跑的回应，这是人类从远古时期面对生存危机被脑中杏仁核所驱动的自然生理反应。关于这个部分呢，我在我的频道另外一集偶尔不振作也没关系之中有讲到，有兴趣的人可以从影片上方点击观赏。对于社恐的人来说，社交场合所引发的焦虑感等同唤醒这种原始的生存危机，也就是对你的杏仁核来说，会议简报时间底下坐的不是主管或客户，而是一只的剑齿虎。但毕竟你不能拿棍棒敲他们的头，也不能直接惊慌失措的跑走，所以在这种时候你就会开始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因此如果你是社恐，不要太沮丧，这只是因为你是一个正常有危机意识的人类而已。我们可以想象，杏仁核是你家那只调皮的小狗，社交场合就是你家客厅角落的那个沙发角。如果每一次你家小狗看到那个沙发角就抬起脚撒泡尿，然后你也让它继续这样做，那你就是不断在告诉杏仁核这只小狗，你在这里乱尿尿是正确的，下次请继续。然后它最后可能连厨房的流理台底下都不放过。回到你的社恐，原本你只是害怕上台演讲，当你继续让这个恐惧蔓延，最后你可能还会害怕跟路人问路，甚至跟很久没见面的朋友去看电影都变成了障碍。当你这个主人认可了杏仁核这只小狗的不良习惯，这些习惯只会越来越增强，而且那会形成一种连结感，就像小狗看到沙发椅角就想抬脚，就像你看到陌生人就开始呼吸急促。当然啦，关于社恐的解决办法有很多，冥想啦、运动啦，还是干脆去找諮商师聊聊，都是不错的办法。但我这边想提书中讲到的一个暴露疗法，简单就是当你怕什么就去靠近那个让你害怕的东西。当然不是叫你一开始就选择直接冲到难度最高等级哦，不是说你有惧高症为了克服恐惧明天就去玩高空弹跳，也不是因为你很怕小强为了克服这个障碍从现在开始就把蟑螂屋当玩具，更不是因为你社恐为了克服这个障碍明天就决定冲到暗恋对象前对他大声告白，顺便牵他的手。对于社恐的人来说，进行这个暴露疗法可以先从试着跟不太熟的朋友说声新年快乐，或者是跟别的部门的同事主动说声早安，让自己在稍微有一点点紧张但不那么严重焦虑的社交场合中，试着一点一滴的挺过去，去熟悉这个焦虑源。刚刚说的是暴露疗法的场所选择，至于暴露疗法要怎么做呢？就是让你的杏仁核留在原地辨认状况，去学习你现在到底有没有遭遇危险。有些人会说，我的确社恐时是留在原地啊，只是全身僵住，脑中空白，双脚一直抖。这里说的留在原地不是无所作为哦，程序是这样的。首先你可以告诉你的焦虑，你来了，我在这里等你。接着你的杏仁核当然会回应你，完蛋了，我现在会死，我好紧张。这个时候你要训练你的杏仁核从1数到10，或者是用深呼吸的方式让你自己回到当下。当然杏仁核这个固执的家伙绝对会对你再次叫嚣，不要怀疑，请你继续重复以上的步骤就对了，直到有一天你的杏仁核被你驯服到不再叫嚣为止。那个时候也是这个暴露疗法的作用慢慢产生了。这边也补充书中讲到的一些社交小技巧，比如说第一个是社恐的人呢，在面对社交场合时可以提前2天决定自己的穿着，选择简单舒适适合自己的打扮。第二个呢是不要在活动之前求好心切，去改变你从来没做过的造型或变化妆容，因为有90%的几率你会出错。第三个是提早抵达社交场合，并且在活动开始的前2分钟在心里给自己下一些暗示，给予自己赞美跟肯定。第4个呢是在生活中找到一个让你最安心的家人或者是朋友，
如果当你要出席社交场合之前感到很紧张的时候，让他们作为你宣泄情绪的出口，当然不用宣泄太久啦，但是讲出来承认你很紧张，这有助于舒缓焦虑情绪。说到朋友，我这边也来分享，假如你的朋友是个社恐该怎么办呢？书中有提到一个重点哦，套句林俊杰的歌词就是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是的，身为朋友的你的眼神很重要。有时候你可能会有点尴尬，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面对对方的恐惧焦虑也让你感到害怕。但你流露出来的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眼神，对于社恐或焦虑者而言，那就像在传递你只能靠你自己了，没人帮得了你的意义。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这种时候呢，请试着面带微笑，保持镇定。我知道焦虑的人会席卷你身上的所有能量，但你的镇定会让他们慢慢的安定下来，或者你也可以用幽默感转移注意力，接着去等待他们暴风雨过后那风平浪静的时刻。书中有给出一个5步原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不要多问，不要紧张，不要动怒，不要强迫思考。因为对于焦虑的人来说，这些焦虑就像是一团混乱的毛线，不要越来越纠缠，已经是万幸了。千万不要再笑想这团毛线还能织成一件毛衣。最后一个原则是，除非他准备要伤害别人或者是伤害自己，不然不要阻止他去做任何能让他舒缓情绪的事。最后是我的结语时间。说到社恐，说到内向，我觉得很多人会被一些曾经的历史片段所制约。什么意思呢？比如你的爸妈曾经当着你的面跟邻居说，哎呀，我小孩就是内向，就是害羞，他不喜欢跟别人交流。比如你曾经某个长官对你说，因为你不善言辞，所以适合做内勤的工作。结果这些历史事件就形成你未来的框架，你也在时光流转中不断透过这样的自我暗示，告诉自己就是比较内向，比较容易有社交恐惧的人。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其实在你爸妈面前就是会表现得比较沉默寡言？还有那个长官，也许他就是话超级多又强势，导致你在他面前只能让出自己的话语权。以我自己来说，我很喜欢独处，独处让我有能量感。我曾经定义自己是内向的人，但是你要说我不喜欢社交吗？我觉得自己是选择性的社交。当然我不是什么场合都能够如鱼得水的很自在，但如果是面对特定的人、特定的氛围或者是特定的场合，我就可以感到比较舒适。其实我在面对许多人讲话要展现真实的自我的时候，我也还是会有点紧张。好啦，这也是我做频道不露脸的原因。但在我生活中的某些时刻，也有人曾经跟我说过，阿令你很会跟别人聊天，还有阿令你不是一个内向的人。当时收到这个评价的时候，我会有一种重新认识自己的感觉。我认为内向或外向其实是一种弹性变动的状态，而且它有可能会随着时间、空间或者是历练松动或调整。所以不管你是不是社恐，是内向还是外向，任何框架我相信都不会是你的现在，只要你愿意改变。谢谢你收看今天的淑女养成记，喜欢影片的朋友再帮我按赞、留言、分享出去。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也麻烦帮我按下订阅。我是说书人妻阿令，我们下次见。